杀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那就是把他变成植物人，让他生不如死。这个变态就最爱这么做，凡是跟他对着干的，现在都躺在医院，靠着呼吸机续命，大脑很清醒，但四肢却动不了，甚至连眼都睁不开。像这种活死人，他每天都会制造那么1、2个放进这家医院，被打的都是私自带枪的人，因为在这座城市，除了这个变态的团伙以外，任何人都不许私自配枪。这样的话，变态就可以向居民索取巨额的保护费，什么时候把居民榨干，什么时候去下一个城市。不过这天，一个自称是柯南爸爸的神枪手次元大介来到了这座城市，他因为牙疼的实在受不了，已经影响到自己打枪了，所以来医院开点止疼药。碰巧被医生发现了怀里的枪，因为怕他也被打成植物人，医生想要帮他把枪藏起来，但次元的枪就像他的女人一样，容不得任何人乱摸，次元当场就应激了。也就是这一幕被变态的手下看到了，没多久医院里有个人持枪的事儿就传到了变态的耳朵里，变态当即就要出征干他。医院这边，医生在将次元的枪藏到抽屉里后，开始给他看牙，同时次元也了解到了这座小镇的详细情况，因为武力差距太悬殊，小镇居民只能忍气吞声，默默等待暴风雨的离去。这会儿变态带人杀到了这儿，借着搜枪的名义疯狂霍霍这家医院。次元想出手，但却被医生拦下，要打架你手里也得有枪啊！就在医生想把枪还给次元时，一个舒克贝塔抢先一步拉开了抽屉，但邪门的是抽屉里的枪竟然消失了。此时变态翻遍了整个医院也没找到枪，那看来就是这个通风报信的人撒谎了，这可是死罪。医生令下，变态老大准备直接把他变成植物人，但就在此刻，老大得到消息，原来这枪是被一个老登给偷拿走了。老登的儿子曾被这个变态打成了植物人，所以老登才偷走了次元的枪，准备为儿子报仇。但老登势单力薄啊，报仇时枪被变态抢走，还被打成了重伤，浑身是血的爬回了医院。眼见此景，医生气得拿起手术刀就要去划拉死这帮变态。他相当自责，那些被打伤的人都是因为被他这种半吊子医生救治后，才变成了生不如死的植物人。自己明明是医生，但他却觉得自己更像那伙人的帮凶。看到他失落的样子，次元决定去当一回英雄，一个人去干掉这群变态，并顺道拿回自己的枪。画面一转，次元来到了老大面前，在一番检查确定他没有带枪后，老大下令将次元围了起来，准备再给这座城市造一个活死人。おいお前ら、まだ間に合う。俺に銃を向けるな。銃さえ返してもらえりゃ、俺はおとなしくこの町から出てやる。バカが！うろたえるんじゃねえ！随着一声令下，数发子弹爆射而出，但下一秒，次元却轻松避开了所有子弹，甚至还控制了子弹的飞行轨迹。最终，这场对次元单方面的屠杀变成了这帮小弟之间的自相残杀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些子弹全都避开了致命部位，这帮小弟全部变成了活死人。曾经都是他们把别人打成活死人，现在这份痛苦终于到了自己身上。或许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吧。随后，次元缓缓走到了老大跟前，抢回了自己的枪。本来看他认错态度诚恳，次元想饶他一命，但刚一转身，变态就掏枪偷袭次元。就在变态认为已经把他做掉了时，一发子弹打中了吊灯，变态当即就被砸成了肉饼。最后在医生的拼命救治下，老登也保住了性命，而次元则是在拿了一包缓解牙疼的药后，直接开车走了。这个男人就像一阵暴风，在扫平了整个城市的邪恶后，便默默离开了。望着他的背影，医生也仿佛已经爱上了这个连柯南都得喊他爸爸的男人。嵐に去ったわ。おかげさまでね。